投资美国公债的优劣，波动小，而且呢可以让你越老越有钱的投资组合。美国公债啊真的是非常的香，人人都喜欢的富爷爷跟富奶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知道吗？最近啊，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啊已经高达了4%。那如果以一个非常稳定的被动收入来看的话呢，美国公债啊真的是非常的香。那这会是年轻的投资人，或者是已经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投资人士的好的投资选择吗？这期影片我将会跟你分析投资美国公债的优劣，以及教你如何去打造出一个波动小，而且呢可以让你越老越有钱的投资组合。那如果你有提早退休的打算的话呢，那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如果您出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退回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以及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什么是美国的国债呢？那我们常听到的美国国债或者是美国公债啊，它有分为3种。第一种叫做 T-bill， 也就是美国的国库券哦，那它是52周以内到期的一个债券。那再来就是 T-note， 那它就是2到10年到期的一个美国的国债。那第3个的话呢，就是 T-bond， 也就是10年以上的美国的国债。那美国国债的话呢，它就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它发行，并且交由美国财政部出售的政府债务证券。那这些国债呢，通常都是每6个月会支付一次利息，然后呢，直到到期日期为止。那我们要如何去买卖美国的国债呢？好，那美国的财政部呢，它会透过在线拍卖的方式啊，去出售它的美国的国库券。那透过这种方法购买的美国国债，那这个美国国债的卖方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那接下来的话呢，你就会有2种的投资决策。第一个就是啊，持有这些美国国债直到到期的日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美国政府它会保证你初始的投资金额将在债券到期的时候啊偿还给你，并且呢在这一段持有的时间之内的话呢，它会持续的去支付固定的利息给你。那第2种情况就是你想要提早的去卖出你手中的美国的国债，那这种方法的话呢，你就会将债券呢去经由2级市场，也就是债券市场的经纪人去进行出售。然而你要知道的就是啊，如果你的债券是透过2级市场，也就是债券市场去进行提前的出售的话呢，那你的初始金额将不会得到任何的保证哦。也就是说啊，你收到的金额，也就是你第2次卖出去的这些债券的金额啊，它可能会低于你第1次买入债券的金额哦。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我们一般投资人去购买美国的公债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透过2级市场，也就是债券市场的方式呢，直接去购买。那 Kevin 我自己使用的这个券商的话呢，就是盈透证券。那盈透证券它就是有提供这种2级市场，让我们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的国债。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去使用盈透证券来购买美国的国债的话呢，我会将影片的连结放在上面这边。好，那我有教大家如何去使用低手续费，然后呢只要$1000就可以购买美国国债哦。好，那到底谁适合去投资美国的国债呢？首先啊，如果你是年轻的投资人的话呢，那美国的国债啊，它的报酬率往往会低于股票的回报。那我们年轻的投资人呢，投资的年限又比较长，所以在通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比较去适合那种长期高增长的投资标的，就像是美国大盘的股票，或是美国的科技股的股票。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呢，去持有部分的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呢，它的获利啊就是非常的稳定，它有助于去减少你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像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它可以去抵消其他投资部位的亏损哦。那至于我们应该要搭配多少的股票，以及搭配多少的美国国债呢？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经验法则啊，那就是啊，你的年龄就是你的债券部位的比例，那100再去减掉你的年龄就是你的股票的比例。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分配比例的方式但是准确百分比的部分的话呢，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你的长期的财务目标去进行调整哦。那如果你是一个接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投资人的话呢，那你应该会希望你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流，而且一般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会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的保守，而不是去追求那一种资产的增长。因此呢，你购入债券的比例啊，应该都会上升。
那美国国债呢，它可以让你在停止领取工资的时候呢，依旧可以给你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快速的介绍一下美国国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有稳定的收入哈。那美国国债呢，它会支付固定的利息，并且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因为它的稳定性，所以它可以降低我们投资组合的波动性。那第二个就是它是公认为最低风险的投资标的。那美国国债呢，它广泛的被投资人认为是一个无风险的资产哦。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将美国国债持有到期的话呢，你不只可以拿到利息，你也可以拿到本金哦。那第三个优点就是美国国债的流动性非常的高。那美国国债呢，它可以在二级市场去进行交易，它是世界上流动性最高的债券。这也就意味着买家还有卖家它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好，你可以随时将你的手上的美国国债换成现金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美国国债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有比较低的回报率它与其他的一些投资标的相比，好像是股票的部分相比的话呢，美国国债的报酬率长期下来的话呢是比较低的。那第二个缺点就是通胀的风险。如果通货膨胀的速度高于你这些美国国债它所支付的利息的话呢，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是价格上涨这些因素呢，会侵蚀你的资产因为这些美国国债它给你的利息是整体的报酬率是比不上这些通货膨胀的速度，那就会让你的资产越来越贬值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那我们台湾在最近这20年来，它的通货膨胀率大概就是2到3%。假设你现在有1000万，你去购买了一档20年到期的美国的国债，那它现在呢每年支付4%的利息。然后呢，假设呢之后呢通货膨胀都是2%的话呢，那你今年就可以领到40万的现金嘛，因为4%的利息，你就可以领到40万的现金。那你今年的购买力就是40万。那明年的话呢，你这个40万它的购买力就只剩下今年的39万2千。那2年后的话呢，就只剩下38万4千。那3年后的话呢，就只剩下37万6千。好，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关系呢，你拿到了40万呢，它会持续的贬值下去。所以如果你退休后呢，你只想要靠美国国债去领固定还有稳定的利息的话呢，那你每年的购买能力会越来越小。你的资产呢也会持续的贬值。那除非呢你是直接去购买那种抗通膨的保值的美国国债，你获得的利息才会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那如果你是购买一般的那种固定利息的债券的话呢，那你的利息它的购买能力绝对是会越来越差哦。那第三个缺点就是利率的风险。如果你买下美国国债之后呢，美国的基准利率竟然开始调高了，这时候呢你手上就是一些旧有的美国国债，它所支付的固定的利率可能就会比新发行的美国国债的利率还要低哦。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是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呢，你花100万购买了一档10年期的美国国债，这个时候呢，你每年的固定利息大概就是7000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大概只有 0.7%。但如果呢，你是在今年买入这个10年期的美国国债的话呢，你就可以领到37000块的利息哦。你只是相隔2年去购买这个美国的国债，那因为利率的关系呢，就会导致你领到的利息会相差非常非常的多。那第4个缺点就是提早出售的风险。那美国国债呢，它可以在到期日之前就提早的出售，但是呢，你出售的国债的价格可能就会远低于你初始购买的金额哦，这会导致你的账面的亏损。好，那以上就是美国国债有的优点以及缺点的部分。好，那到底投资美国的国债是一个好的主意，还是一个不好的主意呢？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那美国国债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但事实就是，如果你要退休的话呢，你不只要去追求稳定的现金流，你还要去追求一个增长的现金流，而且能抗通膨的现金流。那要如何去创造一个持续增长而且能抗通膨的现金流呢？非常的简单，那 Kevin 这边呢来教大家如何去做。首先呢，你要先去决定你自己股票、还有债券以及现金的部位的比例。假设你要使用一个非常均衡的比例，那就是 60% 的股票搭配 30% 的债券以及 10% 的现金的话呢，那如果你的股票是喜欢美股大盘，那你也喜欢美国科技股的话呢，你可以照我下面的方式去进行安排哦。
像是30%的 SPY， 也就是美国大盘的 ETF， 然后以及30%的 QQQ。那 QQQ 的话呢，就是追踪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它是追踪美国最大的100家科技公司。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30%的 TLT。那 TLT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的20年期的公债 ETF。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剩下10%的现金的部位。那这个投资组合的话呢，我们就把它设为是 A 的投资组合。那第二个投资组合的话呢，也是 B 的投资组合，它是100%的 TLT， 也就是债券的部分。那第三个 C 投资组合的话呢，就是100%的 SPY， 也就是美国大盘的部分。好，那我们搭配了这3种投资组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举例。假设你现在呢，你的资金有500万，然后呢，你从2002年的8月份开始投资到2023年的5月份，然后你每年年底呢，都会进行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好，将你的投资部位的各个比例调整到跟年初一样，并且呢，你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也会领取你总资产4%的资金，去当做你明年的生活费。好，那我们的资产最终会有多少呢？然后你每年的现金流又会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绩效的表现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A 的投资组合就是股债搭配的这个投资组合，它最终资产可以来到1456万。那 B 的投资组合，也就是全部都是债券的投资组合呢，它最终会来到528万。那 C 的投资组合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股票的投资组合，那它会来到1447万。那你可以发现到的就是股债的搭配的投资组合它的报酬率不会比那种全部都是股票的报酬率还要差哦。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全债券的投资组合的话呢，那你的资产的购买能力将会大幅的下降，因为你在20年前2002年的时候呢，你是500万，那你在2023年的时候呢，你也只有528万，那你只有成长28万，但是这段时间呢，它的通货膨胀绝对比这个28万还要多出非常非常的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动性方面的部分。你从波动性方面，你也可以看到股债搭配的组合在这20年的期间当中呢，它的最大亏损的幅度只有24%。好，那如果是债券的投资组合的话呢，就有31%。那如果是股票的投资组合的话呢，它最大的亏损更是来到了50%以上。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股债搭配的投资组合它不止报酬率比较高，而且呢，它的波动性也比较小非常非常的去适合那种保守型的投资人哦。好，那接下来就是你最在意的一点，我们每年从投资组合当中领出4%的资产当做生活费，那这个生活费够用吗？它有没有持续的增值？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格。那你可以看到 A 投资组合，它在2002年的时候呢，它每年的现金流是205800块。那在2022年的时候呢，它会来到533000块，它整整成长了108%。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A 投资组合它的现金流是可以持续增长，而且可以抗通膨的。那 B 投资组合的话呢，它就是全部都是债券嘛。那它的现金流的话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一年是195000块，然后呢，到2022年的时候呢，它来到了211000块。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现金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定？但这也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呢，你会越活越穷，因为你的购买能力会持续的下降。好，所以我们在退休的投资规划当中，我们除了注重现金流的稳定性之外呢，你还要注重你现金流的增长性哦。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影片的重点。那美国国债它适合退休的投资人去持有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你要搭配适当比例的股票，好让你整体的资产呢可以持续的增值，这样也可以让你整体的投资组合有更高的多样性，好减少你投资组合的波动，也可以让你越老越有钱。好，让我们一起当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富爷爷跟富奶奶吧。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及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那种。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500万哦，你整整成长了1000万以上啊。那第二个，不对，再讲一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那我们